朋友们，马斯克刚刚败走美国政府，特朗普立马就放了个大招，用比特币和黄金还债。你们觉得我在开玩笑吗？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儿。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到底有多缺钱，特朗普又有多绝望，这背后的故事绝对比电影还精彩。先说个数字，把大家吓一跳，37万亿美元，这是美国现在欠的债。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头上背着11万美元的债务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疯涨，每天光利息就要烧掉24亿美元。如果把这些债务摞成钞票，能从地球摞到月球好几个来回，而且还在以每年近万亿美元的速度继续增长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这个债务占到了美国 GDP 的120%以上，就好比一个人年收入10万块，但欠银行12万，而且还在继续刷信用卡过日子。2024年，美国政府的赤字占到了 GDP 的6%，也就是说，政府花的钱比赚的钱多了6%。这就像一个月收入1万的人，每个月要花16000，多出来的6000块全靠借。关键是啊，现在愿意借钱给美国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以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，手里攥着1.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，现在呢，砍掉一半，只剩7500多亿了。日本也在减持，其他国家都在观望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担心美国还不起钱了。这就像一个人信用卡刷爆了，想再办一张卡，银行直接说，不好意思，您的信用记录有问题，我们不能再给您发卡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美国政府2025年要再融资9万亿美元的到期债务，还要新增2万亿美元，总共需要发行11万亿美元的国债。11万亿啊，朋友们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中国1年的 GDP 总量。现在美国要在1年内找到这么多买家，面对这种要命的情况，特朗普最开始想的办法很简单粗暴，削减开支。他找来马斯克，说你不是搞效率的专家吗？给我消掉2万亿美元政府开支。2万亿啊，朋友们，相当于政府开支的28%。就好比一个月花1万块的家庭，突然要压缩到7200块。马斯克信心满满的成立了政府效率部，英文缩写叫 DOGE。这名字听起来很正经，但实际上就是那个狗狗币的梗。马斯克就是这样，总爱搞点不按常理出牌的东西。他雄心壮志的去了，这位在商业上战无不胜，把特斯拉从濒临破产做到全球最值钱车企，把 SpaceX 从零做到垄断商业航天的天才。结果在政府这滩浑水里栽了个大跟头。为什么会失败？因为政府的钱不是想消就能消的，社会保障动不得，这关系到几千万老人的养老；医保动不得，这关系到全民医疗；国防更动不得，这关系到国家安全。动哪个都会引起轩然大波，国会议员们会跳起来反对，各种利益集团也会拼命游说，而且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会让整个经济直接萎缩4.4%，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惨。你想想，政府开支占美国 GDP 的25%，突然少了这么多钱在市场上流通，企业没订单，工人没工作，整个经济链条都要断裂。彭博社当时预测，如果真削减2万亿美元，2025年经济可能萎缩4.4%，失业率会飙升，到时候税收入也会大减，债务占 GDP 的比例反而会恶化。结果呢，马斯克雄心壮志的去了，几个月下来，媒体给他贴了个标签，史诗般的失败。你们猜他最后节省了多少钱？2500亿美元，听起来不少，对吧？但这是10年的总和，平均每年才250亿，而且这些还都是所谓的假设性节省，主要是长期租赁和合同的优化，真实性都存疑。250亿对比2万亿的目标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好比你本来想减肥20斤，结果只减了2两，眼看传统办法走不通，特朗普开始动歪脑筋了。既然削减开支削不动，那就换个思路，想办法让更多人买美国国债，把利率压下来。但这时候问题来了，外国人不愿意买了怎么办？
国内投资者对价格也越来越敏感，要求更高的收益率。2025年4月，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超过 5%， 为2023年10月以来最高。这说明市场对美国财政的信心正在动摇。如果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，政府的利息负担会更重。现在37万亿美元债务，如果平均利率上升 1%， 就要增加3700亿美元的年度利息支出，相当于国防开支的一半。这就是个恶性循环，债务越多，利率越高，利息越重，债务增长越快。特朗普想出了3个绝招，每一个都够疯狂。第一招，让比特币救美国。2025年7月，他签了个叫 Genius Act 的法案，规定所有稳定币都必须用美元或美国短期国债来背书。什么是稳定币？简单说就是加密货币世界里的美元，主要用来在币圈交易中避险。比如你卖了比特币，但不想马上换回美元，就先换成稳定币。特朗普的逻辑是这样的，现在加密市场总值有4万亿美元，稳定币占了2800亿美元，而且过去5年加密市场年均增长 30%。 如果所有稳定币都必须用美国国债来背书，那不就等于强制性增加了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吗？这就好比政府规定所有游戏里的金币都必须用政府债券来兑换，玩游戏的人越多，政府债券需求就越大。听起来挺聪明的，但问题是杯水车薪啊。就算稳定币市场在未来5年翻倍到5600亿美元，对比11万亿美元的国债发行需求，还是差得太远。而且加密市场波动巨大，监管不确定性很高，今天4万亿，明天可能就剩2万亿了，指望这个来稳定国债需求，真的很悬。第二招更疯狂，发行黄金国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政府发行一种零息国债，你现在给我4000美元，我不给你任何利息，30年后还你1盎司黄金。为什么有人愿意买？因为现在黄金3400美元1盎司，如果你相信30年后黄金会涨到4000美元以上，这买卖就稳赚不赔。很多人觉得，考虑到通胀和货币贬值，30年后黄金涨到8000美元甚至1万美元都有可能。这对政府来说，这等于把30年的利息支付都省了，换成未来的黄金兑付。而且黄金国债可能吸引全世界对黄金感兴趣的投资者，特别是现在各国央行都在疯狂囤积黄金的背景下。但问题是，这不等于告诉全世界我们对美元没信心了，要用黄金担保。这种做法可能被解读为美元弱势信号，加速去美元化进程，反而推高长期国债收益率。最疯狂的是第3招，黄金大变活人。美国政府手里攥着 2.6 亿盎司黄金，按官方账面价格422美元1盎司算，总共才110亿美元。但现在市场价是3400美元1盎司，按市价算就是7840亿美元，相差了几十倍。特朗普说，既然黄金涨了这么多，咱们从新估值吧。他打算把黄金从估到 1.5 万美元1盎司，按这个价格，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就值4万亿美元了。然后财政部可以拿这个向美联储发行黄金证书，美联储再给财政部4万亿美元的流动性。听起来是不是像变魔术，凭空变出4万亿美元？关键是这招还有历史先例，而且不需要国会批准，总统一个人说了算。1934年，罗斯福总统就把黄金从20美元1盎司从估到35美元，让政府获得了巨额流动性。1972年和1973年，尼克松政府也搞过2次黄金重估，分别提到38美元和422美元1盎司。但这些招到底靠不靠谱？说实话，都是饮鸩止渴的办法。稳定币那点规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黄金国债可能被解读成美元衰落的信号。
黄金从钴更可能引发恶性通胀，美联储为此印4万亿美元，市场可能会恐慌，认为美国财政已经山穷水尽，反而推高国债收益率。特朗普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？因为他有个更大的野心，制造业复兴。他一直想让制造业回流美国，但企业投资建厂需要大量资金，如果利率太高，谁还愿意来投资？而且特朗普还推出了高额关税政策，虽然能保护国内产业，但也会推高消费价格，预计让 GDP 下降 8%， 工资下降 7%。这些经济压力可能抵消制造业复兴的努力，所以他必须想办法压低利率，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。如果黄金从钴真搞出4万亿美元，就可以用来投资基础设施，补贴制造业，降低企业投资成本。这就好比政府给企业发红包，鼓励大家在国内建工厂。但问题是4万亿听起来很多，对比37万亿的总债务还是杯水车薪。而且如果处理不当，引发通胀和美元贬值，对制造业反而是负面影响。时间也很关键，2026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，特朗普很可能借这个特殊机会推出重大经济举措。从时间看，如果2025年这些措施不能奏效，2026年债务危机可能真的要爆发了。说到底，这些招数本质上都是在拖延时间。37万亿美元的债务不是靠几个金融创新就能解决的。美国政府的根本问题是花钱太多，赚钱太少，支出远超收入。不从根本上控制支出，提高收入，任何招数都只是权宜之计。但特朗普现在也没别的选择了，削减开支搞不定，增税影响选票，只能指望这些创新工具。全世界都在看这场大戏，华尔街对冲基金、各国央行、普通投资者，大家都在猜测这些招数能不能成功。成功了可能开创债务管理新模式，失败了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动荡。一个超级大国居然要靠比特币和黄金来救命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真是头一回。不管结果如何，咱们都在见证历史的转折点。说真的，如果是你来当美国总统，面对37万亿债务这个烂摊子，你会怎么办？是像马斯克那样硬削开支，还是像特朗普这样剑走偏锋，用这些听起来很疯狂的金融创新？欢迎大家评论区聊聊，你们觉得特朗普这些招能成功吗？美国真的会用黄金和比特币来还债吗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